啊，路透社说哈，美国中国前阵不是在伦敦会谈吗？啊，那川普不是说稀土你就解决了吗？他说其实没有。好，他说军用稀土中国还是守住，你做飞弹啊、战机啊，稀土我不给你。可能开放这些做汽车啦，或者一般的比较简单的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可能关税会再对中国延90天，那将来会怎么样哦？还要看未来的发展，所以现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了哈。好，那么马英九这个第一次出席海峡论坛啊，那以前马英九没有出席过海峡论坛呢，那也见到了王沪宁啊，说两岸应该交流的好处是避免误判啊，彼此至少有个管道啊。那另外呢，这个马英九说呢，这个金门高粱呢是用福建水来酿造的啊，因为金门水可能不够啊，金门原来水还不错，后来慢慢大概不够了啊。那其实金门高粱酒的高粱从哪里来？金门高粱也没多少啊，金门高粱非常少的啊，要不然就从大陆，要不然从美国来吧啊。那另外呢，这个马英九说了哈，9·2共识反对台独，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应该深化合作哈。那第一次台湾没有县市长参加，以前都有，至少国民党有些县长只是没有，一个都没有哈。那陆委会说呢，你为什么同意马英九去大陆，然后又给他扣红帽子？陆委会说，马英九现在依法不需要经政府许可啦，他已经过了管制期了，他要去就可以去了啊。那另外呢，因为马英九喊这个要在9·2共识的基础上，陆委会就说，你看你是呼应中国一中原则，深表遗憾哈。但是马英九的9·2共识跟老共9·2共识不一样，就9·2共识各说各话了。一个中国，马英九认为那是中华民国，老共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各说各话。当时就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老共开始是不愿意的哈。那另外呢，这个美国退役上将啊，这个说这个布莱尔认为呢，说2027攻台论是贺主用的，老共宣传口号，其实也不是老共没讲过啊。老共有讲过吗？是美国天天讲的。老共什么讲过呢？美国有讲的是2025年的，有2027年的、2030年的、2035年都有不同的讲法嘛。那布莱尔的讲法是说，如果到时候台湾的这个自己的武力这个所谓嚇阻力量足够，美国的新武器又出来了，老共一算打台湾，他要付出很沉痛的代价，就算了。所以呢，2027不一定真的会打事实上。因为你连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准备当然要准备了，但是会发生什么事真的不知道。你会想到吗？对不对？原来都是台海是最危险的地方，就俄罗斯跟乌克兰先打了，后来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又打了，以色列就打伊朗了。明天哪里啊？中国会不会跟印度又打起来了？印度跟巴基斯坦又打起来了。You never know， 你真的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准备当然要准备了。另外就是总要避战，希望能够不打仗能够不打仗最好。那美国前太平洋总司令说，2027是一个假议题了不过老美有不同的讲法譬如说美国的前印太司令就说未来10年甚至6年都有可能，他在2021年讲的，那未来的6年就是2027嘛所以老美有不同的讲法。那现在布莱尔说不是这样。不过他们每次到美国国会要去审预算的时候，都说很危险。台湾危险，随时会打。然后呢，美国现在不行了，老共做舰跟下饺子一样，美国舰很慢的呢。为什么要钱？等到钱要到了，就说哎呀，现在情势也没那么紧张，等到下次审预算再来说那另外布莱尔说呢，共军贪腐问题还是在的。是的，最近的火箭军抓了好几个人嘛，好几个老共的这个军事头头被抓，表示贪腐问题在不过台湾的国军呢，最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受伤的地方是跟外国不能交流，因为你跟外国很多军事要演习配合打仗没有台湾就自己演习，很少有交流。我们看一下，只有坚持两岸和平发展，在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深化合作，共谋未来。前总统马英九首度出席海峡论坛，他15号在开幕式致辞，点出两岸目前确实存在不少艰难挑战，但相信交流能避免误判。而马英九讲着讲着，突然这么一问：喝过金门高粱的请举手。还不错恐怕超过一半在全球享有盛名的金门高粱，也是用福建的水酿造的。
马英九用金门高粱、福建水酿造来凸显金门与厦门是两岸交流缩影。今年福建海峡论坛罕见没有任何县市长或县市副首长参加。对于马英九这次情意相挺参加海峡论坛，黄沪宁称赞他为排除两岸障碍做出表率，并在致辞时转达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论坛的祝贺，也再次强调海峡论坛是民间交流盛会。马英九政府，我们就已经定性海峡论坛是一个中共刻意设计的统战平台。陆委会则表示，对于马英九参加海峡论坛感到遗憾和不可思议，相信对两岸的意义，国人自有公平。是中国现在的对台政策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是这个习近平以前呢，基本上你只要没有讲台独就算了，就这样过去了。可是现在中国是想要积极的统一，因为习近平确实是有一个统一梦，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过去说什么100年过去这个耻辱都要去把它磨灭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所以现在台湾确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出招都是以统战作为前提，不管是这个民间交流或各项的交流，甚至是在各项的这个资讯战上面，其实都拼命的在打击台湾。当然武力方面就不用说了，他们军备一直在增加，那也希望就是在2027年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建军这样的一个目标。好，所以2027年确实他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他觉得他希望可以攻台。所以现在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你现在去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海峡两岸论坛，这个论坛里面，还在这边跟着中国唱和，也遵从这个中国的一中原则。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9·2共识已经不存在了，对中国来说，9·2共识本来就没有，重点还是在于两岸统一。所以今天马英九跑去中国说那些话，那不就是成为一个统战的工具吗？不就成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工具人吗？所以我们期待是说，马英九过去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遗憾。那还好这次县市首长跟立委都没有去，可能是因为大罢免的关系，让他有所警惕。台湾的人民的主流的这个想法还是希望我们维持现状，希望台湾现在可以维持这个民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体。好，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马英九过去了。那请问国民党今天会对马英九的行为进行制裁吗？会用党纪处分吗？会开除党籍吗？那如果都没有，那针对他回来台湾，那大家这个国民党是怎么想的？他会来帮其他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会帮忙站台吗？在罢免的时候会站出来吗？那这是什么意思？到底今天国民党对待这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也一直以来都讲不清楚。每一次到了选举的时候，尤其是总统选举的时候也一样，没有办法讲清楚到底要用什么立场来守护台湾。我想这个是国民党一直来其实应该要去转型，应该要去重新定位自己的政党位置。那如果定义好了，我相信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信心也会提升。刚刚伟三说马英九过去他觉得非常遗憾，事实上任何人过去民进党都觉得非常遗憾，非常的愤怒啊！不管是马英九或是馆长啊，他们其实都是一介平民啊，交流是他们的自由啊，那他们也没有涉及什么机密的问题啊，一个只是去直播观光旅游，你们也是叫啥等骂，然后截取他每一个片段，他切得很细啊，我都觉得说看馆长的流量可能大部分是民进党贡献的啊，好像现在谁说大陆好，舔共。谁说两岸要和平？舔共只能喊打喊杀才叫做对台湾好。那我们天天喊说去打去打去打那民进党真的敢打吗？所以不是这个样子嘛谁过去只要不符合你的立场，你都要把人家抹红。然后沈伯洋的爸爸去经商，他是个好商人，他没有赚大陆的钱，他是把钱送给大陆赚，然后还要发起一人一句挺伯洋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标准？我觉得很荒谬为什么这次海峡论坛没有人，国民党没有县市首长敢去？我告诉大家，确实是有一点恐惧寒蝉效应，不是因为大罢免，是因为司法的整肃。我们民政委员会在2、3月的时候，议会的民政委员会才去上海，而且我们事先过去议员是不用报备的，可是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就事先报备了陆委会，请陆委会许可，陆委会也许可了。可是我跟大家讲。当去的时候，因为还有市府的局处跟着去，人还没有回来，调查局已经来市府问东问西的行程啊，见谁啊，干嘛啊？你说谁还敢去啊？对，好棒棒，民进党达到目的了，国安法反渗透法，然后不行再扣红帽子。对啊，大家都被吓到，大家都不敢去啊，你们得意了吧？那你们就回到过去这个禁止3通的这个阶段啊，你们又不敢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马英九说什么或这个馆长说什么，
而是你们民进党不许人家说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馆长结束他的大陆行了，上海行哈。那他去称赞上海的垃圾桶，哦，还有送餐机器人，哦，所以被人家吐槽。啊，馆长说你骂我干嘛？因为台湾没有啊，台湾有了，我那时候也做过这个垃圾桶了。不过呢，现在他不街上不太容易看到，我真的不解哈，到底为什么？哦，那个时候我到新加坡 O722上面哈，最繁华的3步一个垃圾桶，5步一个垃圾桶。哦，那时候我当台北市议员，问他不行啊，因为有些市民呢把那个垃圾桶带回家去放米啊等等哈，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垃圾桶。后来呢，到了那个新冠疫情，他们怕清洁队不太愿意收，怕那个垃圾里面会有感染啊等等，哦等等，所以现在垃圾桶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哈。那你想要大家不乱丢，你就是要设垃圾桶嘛，那你又不愿意收，所以就不放垃圾桶嘛。的确，台湾垃圾桶在街头上是不多哈。那送餐机器人，台湾现在有了，也是在餐厅会机器人来叫你填单子，有没有？填要买要点什么菜，然后他送进去哦。那其实，在世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了上海，我就看有一个餐厅专门用机器人炒饭，哦，那时候那都20几年以前吧，10几20年，他就可以炒饭了，简单的菜可以了，他只要配料配好慢慢炒，哦，太复杂的那个时候还不行，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啊。那另外呢，馆长说他没有贬台啊，他没有贬低台湾啊，台湾是很好啊，哦，他说应该交流来降低仇恨啊，有交流才能够互相了解嘛，哈。而且呢，他说这个你看看，民进党现在只执政9年了，那这9年台湾进步了多少？中国大陆进步多少？比一下嘛，哦，他说呢，民进党会选举了，玩选举哈，但是呢，这个治国不太会啊。那另外呢，沈伯洋就跟馆长说呢，你大陆再好。哦，建设再怎么好，人再怎么好都没有意义。哦，馆长呛他说：“你回去跟你爸爸谈吧，看大陆好不好？”其实沈伯洋这个不合逻辑的，大陆强不强跟我们当然有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呢？他在我们对面，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啊。对你两边要比啊，比看谁进步比较快啊，对不对？你进步比较慢，不进则退啊。当然你要希望进步比较快，假如他进步比你快，对你就是威胁嘛。怎么叫做他好没有意义呢？有意义啊，他跟你不是没关系啊。哦，好吧，这个梁文杰建议馆长说：“你如果大陆跑，你就住大陆好了，不要回来了。”那馆长说：“我是台湾人，为什么不让我回去？”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哦，就是说，哦，你觉得台湾不够自由，对不对？你去天安门抗议啊？我去天安门抗议什么？我也没交税给他，也没在那边当兵，他好不好讲？说实话，对不对？我也管不了他。台湾好不好？基本上我有交税啊，我有当兵，我有尽义务啊，这是。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我当然希望中华民国好啊。大陆好不好，我管不了他，他好不好是他自己去决定。我好不好，我们希望能够有参与啊。这是参与感嘛，对不对？川普能够跟这些无往日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一起来明天会讲，你们到莫斯科抗议好了，抗议我干嘛？哦，川普讲这话看看会有什么结果。那这个馆长啊说他是其余人口，因为他们都讲台湾汉人叫其余人口，就是只有原住民跟什么外来的4点几%啊，是3点几%，那就有住民，其他都是其余人口哈。那他说回台湾会面对硬仗，哦，他说主要呢仇恨来自不了解哦。那另外呢，他这次到上海直播，四大猫说他至少收入500万啊。那另外呢，他说这次他没有拿大陆半毛钱，都他自己出钱，哦，他没有拿大陆的钱啊。那他说呢，短期不再去中国了。王义川就说，因为你没有统战价值了。他如果说我要再去，你看看继续被统战，不去了，所以你没有统战价值了。那另外呢，这个馆长说应该要王义川、沈伯洋去访问中国。那沈伯洋说要我被抓，我现在被通缉了啊。吴思耀说这次馆长去叫做大统战大失败哈。那如果失败的话，你们这么介意他干嘛呢？从另外角度看，我也认为要统战台湾人是不容易的。统战什么？台湾人就被那么容易被统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要说我们了，老兵那个时候，我呼吁开放老兵，让老兵回去探亲，他们回去的90%都回台湾了。谁在大陆留下来？他宁愿住在荣家，孤家寡人一个，他也回来嘛，习惯这个地方，喜欢这边的制度。这是
台湾的特色嘛，台湾的制度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嘛。但是不表示说你说大陆啊这个有进步啊，那么就是被统战嘛，对不对？而且你真的那么怕被统战，你统战他，你不会统战他，你统战他看他谁怕谁，我才不相信我们会统战输他呢。你怕得要死，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哦。那馆长下次要去哪里？他不去上海了，要去深圳哦，因为深圳那个地方发展很快，台商开始的时候也蛮多的。看看深圳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我回去台湾是肯定会出事，是肯定会出事哦，因为大家磨刀霍霍等着宰我。馆长在中国上海的最后一次直播，预言自己回台湾准备被清算。网红馆长15号晚间落地桃园机场，才刚走出来，等候已久的支持者们欢呼呐喊，馆长也开心与他们击掌。馆长加油！馆长辛苦了！大批粉丝高举布条和中华民国国旗为馆长加油，有人送上捧花，还有小草头戴 KP 法式上前要跟馆长合影。馆长结束6天5夜大陆之旅，尽管直呼疲惫，但意犹未尽，计划再去不同城市走走，深圳可能是第一站。我拿了多少钱？我投共了，我卖国了，我被统战了，我是一个统战的大外宣，这种话都出来了，所以我成功了啦。馆长的这波上海行可以说大成功 ，YT 订阅人数大涨12万，来到112万人，期间狂吸135万元抖内，线上观看人数更冲破45万人。不过为何最后一天没直播？原来是团队太疲惫，自己也没睡好，决定让大家好好整顿，因为自己的最大目标已经达成。我这次的目标达成，我再另外跟大家讲，非常成功。就是我想要转移大罢免的焦点，把焦点全部把炮火全部都对我，不然下次我组一个这个王义川团，还是这个沈伯洋团。馆长中国大陆行引发轩然大波，回台后一举一动，各界关注。馆长这是上海行，看起来是转移了那个民进党那个大罢免的焦点好几天了，很多人在谈馆长，没有在谈这个大罢免的。我刚好上个月去上馆长的直播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准备要去一趟大陆行。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他提了2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他说民进党老是在这个抹红啊、抹黑这个大陆。他说我们应该去看一下啊。我说你要看什么？他说我说原汁原味哈，都用直播给他看啊。一共呢，民进党不是在造谣说厕所没有门嘛，对不对？他说去年要找一个厕所给他看一下。还有那个王羲之不是讲说那个高铁后面都没有靠背，他说应该去搭一下高铁啊。所以大家看到。你看他下了那个飞机的时候，他本来是有车子可以要来接，他故意不要，他坐磁浮列车啊，坐地铁，他就让你很清楚，透过他的直播去拆穿民进党谎言。所以他这一趟啊，我觉得馆长贡献最大的是什么？就是民进党的谎言啊，就像那个国王心理，就童话故事里面的国王心理。然后他透过这个直播，就像一根针，碰一下，他像那个很纯真那个小孩，很清楚让大家看到整个真相。第二个也很重要，他说啊，他真的很担心那个两岸真的会打起来。他了解，就是大陆那边对台湾的越来不友善了，很多民众传回来消息都越来仇视，两边都越来越，不是只有民进党对大陆的民众仇视哦，民进党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个大陆群众对台湾的民众仇视感看得越高，所以他说，他那天就对着当着我的面，他说，左立功去做一个那个和平大使的那个代词。他就真的很想去让两岸不要打仗，然后是可以真正的促进两岸这个和平。那这一趟老实讲，他真的2个目的都已经是达成了。那这一次老实讲，大家很清楚看到，民进党还会继续再打他，回来可能查水本。你看那个健身房最近生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个电价又一直涨。老实讲，他在健身房的经营是困难的，真的是比较困难的。那民进党还会继续在追杀他的啦。那可是大家有看得到吗？这段时间很多人在讨论说，民进党是被馆长吓到了。他那个线上直播同一时间看哦，最高曾经到45万人那个都是历史记录哦。一个时段里面如果累积起来超过200万人，然后都是原汁原味的，他也没有去剪接啊，他就在现场这样直播给你看啊，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大陆这个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建设是怎么样啊。老实讲，我们本来大陆对我们这段时间比我们强的地方是说硬体嘛，不是软体，我们在自豪说我们的民主啊、自由法治比较好啊。老实讲，这9年多被民进党搞的，那个整个自由跟民主法治那个根几乎被刨掉了。人民当然会去比较了。包括我看到有些什么连青鸟的家人都出来讲了，所以以前可能被民进党骗了。所以我觉得这一趟民进党会被馆长吓到，国王心理整个是被拆穿了。以前筑起来那两岸的很那个高墙，慢慢可能会推开。我的了解是这样哦，不是只有馆长，像很多人在鼓励，像陈清茂啦、很多网红啊、直播主，他们都建议说他们能够要去一下，因为他们那个
那个粉丝都非常多，只要有一个人带动去了，就让两岸这个交流可以多一点增加，而且很多真相就会出来。另外，我提一个点哈，我觉得民进党啊，馆长讲得很好，不是只有他去嘛，沈伯洋有机会应该去啊。沈伯洋是红孩儿呢，他爸爸在大陆赚那么多钱，对不对？馆长要去之前来讲说，我非常崇拜这个沈伯伯的。对，我们一起去大陆赚钱嘛。那他是建议说呼吁，就说沈伯洋你是红孩儿，你去人家一定也会欢迎你的。真正去看这个现象，民进党不要用那一种圣人的标准去要求馆长，然后用贱人那种标准一直去包容或者原谅这个沈伯洋或者这些人。好，我觉得标准是要一致，不要让他觉得是双标的。包括王羲之也一样啊。王羲之，你跟我们讲说高铁没有靠背，那现在透过直播已经看有没有？你不要跟社会脱节嘛。王一川嘛，对不对？王羲之嘛，这个看一下，把真相带回来给大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是谁？膝盖知道的，所以叫做王羲之这样。所以这次很好，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现在不是只有馆长去，我觉得很多这个网红直播主也可以一起去，让两岸多一些交流。我觉得馆长的意义在于因为我们过去讲两岸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停留在很多理论的层次，然后交流的层次，我们会讲很多的大道理。我必须公平的讲，我讲的就是大道理，我们说的都是大道理，这是我们公平的讲。那馆长以前他其实从头到尾看待这些事情都是直觉判断，不见得有什么深奥的理论。但是馆长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认为台湾基层老百姓当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如此。他不要听你什么大道理，我只想要说用我的眼睛去感觉，用我的心去想，我不想用脑袋去想这件事情。那你说馆长以前对大陆有没有偏见？他有很大的偏见，因为他就觉得说台湾比较好嘛，大陆比较不好嘛，所以你讲大陆不好，他都照单全收。那所以他过去挺民进党也是挺这一块啊。可是当他后来觉得说民进党做的很多事情是有问题的，他是为了反民进党，所以要去找中国大陆这里面很多民进党说谎骗我们的东西，所以他刻意说他要去拆穿民进党的谎言，那是讲他自己的心声，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以前被洗脑，以前被骗了，所以他刻意想要去找一些他被骗的地方，他被洗脑的地方，他要反洗脑回来，告诉大家说不是这样子。那他采取的方式是年轻人最爱的一种方式，叫做不停电直播。我没有剪接嘛，那一路直播，几十万人在线上，那你们就看着我这样一路一天从早到晚全部都不停电的直播。那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挑毛病没有关系，说我这里面话可能说的不够道地啦，那边呢可能在大惊小怪啦，你可以用这方式。可是一整天下来，请问一下，民进党过去说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一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用这种方式去看待问题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不见得想要听那些大道理，可是他确实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我当初被骗了，不要小看那个觉得自己被骗而反扑的力量，今天的反扑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自己感受很深刻，因为早期国民党的历史教育其实里面是有洗脑的，有没有错误？有，坦白说是有错误的。可是因为那些错误被挑出来了之后，我们那一代的人就会觉得说，你国民党为什么要骗我们？那相对的，你所讲的所有的一切通都不信。后来发现，其实那个历史当中有部分他讲的也是事实，当然有部分是夸大的、洗脑的部分。那我觉得馆长这一次的拆穿，对于庶民老百姓、年轻人来讲是有影响力的。当然，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不同层面的，你娱乐型的网红也好，综艺型的网红，或者是歌唱型的网红，或者旅游型的网红，大家各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遍，我们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让我们不被媒体蒙蔽了。休息一下回来。